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给大家做水晶饺，这糕点做法有点像潮州粉果。舅舅了解，要做好这类型糕点，糕皮儿部分是大家最担心的，您认同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制作这类糕皮儿方法很多，舅舅与舅母今天会用个比较简易的方法，食材又好找，做个膏体半透明又 Q 又弹牙的沙格水晶饺。只要大家耐心将视频看完，或许您还能做的比我们更好。也对啦，三包市场上最常见的这类包装小西米，重量。线就完成了，不加盖，搁置一旁待凉备用。这是泡发了3小时后的西米，体积明显胀发了，抓在手里，感觉湿润中带点弹性，用力捏就能成团。用手将胀发后的西米抓一抓，再加入50克澄面粉，加强糕皮延展性，半小匙盐，让糕皮有点底味，加入2大匙炸葱油，完成后的成品才会更软嫩、更香。接着再徒手揉匀，此阶段不戴手套，才能正确感受面团是否足够湿润。如果面团
米做成的糕皮，蒸熟后特别容易粘黏在一起，大家可以放心，只要加了点澄面粉，然后再足够搓揉，西米会产生一点劲道，让成品保持 Q 弹软嫩效果。在澄面粉辅助下，一个个呈现半透明状态，真的很诱人。加上舅母的特别擀面皮技巧，糕皮薄如纸，特别好吃。如果大家不嫌麻烦，用舅舅之前分享过的辣椒糊，简简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，成品当天享用不完，用个器皿收好，隔天也不会变硬，不需重蒸就能享用。舅舅有幸与大家分享这食谱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也是嘟嘟的荣幸，爱你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，我是嘟嘟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，今天要做潮州粉果吗？是的，舅舅有位朋友想给他潮州籍贯的妈妈一个惊喜，希望舅舅可以帮忙做一个稍微与众不同的潮州粉果。助人为快乐之本，那就来吧。好吧，首先将沙葛去皮，台湾称它地薯或凉薯，在这里俗称芒光。将去皮后洗净的沙葛切成约半公分厚片，然后切成条状，最后再切丁。切好沙葛待用。甜菜脯稍微清洗再沥干，香米先泡软再剁碎。3朵浸泡后香菇备用，锅内倒入100毫升食用油，这也是整个食谱的用油量。80克红葱切片后冷油下锅，中火油炸至金黄色，沥干油分备用。原锅内倒入40克沥干后甜菜脯，中火将菜脯炒干。为什么要先炒干呢？菜脯炒干后，加油爆香时才不会溅油。原来如此，这样就不担心被油溅到了。对，40克虾米泡软后沥干，剁碎，接着加入一起拌炒。2大匙约30毫升炸葱油。这是刚刚沥过的葱油吗？是的，接下来舅舅都会用这葱油。奶奶说，这就是舅舅的秘诀，做好的糕点特别香。这没什么，很多人都这样做。在虾米爆香后，加入20克蒜末，3朵香菇切丁，加入一起爆香。嘟嘟，网上很多叔叔阿姨给你留言哦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、大哥哥、大姐姐，谢谢大家。再加入60克胡萝卜丁，内馅要重火慢慢炒，不要急躁，这样最终成品才会美味。嘟嘟就是少了一点耐心。没事，嘟嘟还小，还需要多一点磨练。妈妈老是这样提醒我。嘟嘟一定会越来越棒。要喝哦。250克切丁沙葛，200克鸡肉丁。舅舅，今天全部切丁吗？是的，食材要么全部切丝，要么全部切丁，这样比较统一也好处理。最重要也会好看。对的，又切丁又切丝，感觉就很奇怪。接着加入1罐香焖花生，这有点特别哦。传统食谱多选用脆花生，舅舅今天选用这焖花生，主要是图个方便。饲料呢？是舅舅很爱吃了。哈哈哈。炒匀后开始调味，1大匙生抽，4分1小匙五香粉，1小匙鸡精粉，半小匙胡椒粉，1大匙蚝油，接着
将所有食材炒匀。今天这调味也很简单。对，大家要注意，舅舅是将整罐花生加入，没有沥干，这已经带有调味了，也不需另外添加水分。所以想做的朋友要稍加注意细节。对，炒匀后可以先试个味，再做调整。感觉怎样 ？OK 吗？美味极了。将炒干内馅，待凉备用。这时候开始来制作糕皮了。锅内倒入400毫升清水，60克紫甘蓝细后加入，热水煮开。这是今天用的成面粉，它也是一种小麦淀粉，任何牌子都行。取出150克，倒入料理盆中，加入100克木薯粉，1/4小匙盐，将粉料一起拌匀。将煮至沸腾的紫甘蓝水沥出300毫升，不同牌子粉的吸水量不同，水的用量需做小调整。趁热倒入粉中，边加入边搅拌。虽说要趁热加入，但也不需太急促。温度高，小心烫手。这比较重要。谢谢嘟嘟温馨提醒。300毫升热紫甘蓝水逐步加完后，拌匀，再焖个10分钟。等待中，取出适量青葱，分量随个人喜欢，也可以用韭菜或韭黄取代。加入半茶匙麻油拌匀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青葱拌上一层麻油，即使蒸熟也能保持翠绿，这样成品会比较诱人，是吗？是的。将青葱与油葱倒入内馅，一起拌匀。哇，舅舅，这好香，量也好多。这是双份内馅，完成后共50个。将稍微降温后的面团和匀。加入2大匙，约30毫升炸葱油。接着将油揉入面团中，过程约5分钟。揉匀后的面团表面光滑柔顺，很有弹性。将面团揉成条状，再切成小剂，每剂18至20克。这是半份的皮料，共25个。舅舅分成2次完成。如果想一次完成的朋友，粉的分量要记得加倍。将分成小剂面团搓圆，盒子保存保湿。蒸盘抹上一层薄油防粘。取出一小面剂，用刮板按平，刮板记得抹上一层薄油。接着用擀面杖擀成直径约8公分圆片。再勺入适量的内馅。用线挑或汤匙尾部将内馅压实。严实后再折扣叠出波浪纹理。像视频中处理即成。当然，您可以选择另一个做法。舅舅，来个比较简易的。好的，
像这样折个半月形。延时后，像这样就完成了。这样就成了。对呀，这样就成了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？是的，对初学者来说一点不难。水开，大火蒸8分钟。舅舅，时间到了。好的。在蒸熟后，粉果抹上一层葱油，这样就能防粘以及避免风干。舅舅，这粉果隔天会变硬吗？放心，只要降温后用密封盒收纳，隔天不需从蒸就能享用。来吧，嘟嘟，这2个你就趁热享用吧。好的，那嘟嘟就不客气了。舅舅也来试试。糕皮呈透明状，软中带点 Q。舅舅，很香，很好吃。那花生特别香，很喜欢。这是另一个造型，剪一个给大家瞧瞧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大哥哥、大姐姐，喜欢就放胆去做吧。是的，煎中遇到任何困难，欢迎大家留言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每逢星期3与6晚上7点正，舅舅和嘟嘟在这里与大家度过快乐的10分钟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